禮拜頭我先喺會員文章同大家講完，話個市場嘅指標有啲過熱，叫大家要扣好安全帶。結果呢，個市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，連跌3日，特別係科技股跌到唔少人個心都離一離。點知到咗星期五，一份核心通脹數據 PCE 出爐，數字啱啱好符合市場預期，成個華爾街就好似收到聖誕禮物咁，即刻 V 型反彈，道指埋單升咗接近300點。但係你千祈唔好以為咁就雨過天晴喎。老實講，呢個反彈反而令我更加警惕。首先，因為市場最深層次嘅矛盾完全冇解決到。一方面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星期二先罕有咁直接警告，話股票價格相當高，想幫市場降溫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我哋見到嘅數據係無論機構定係散戶都已經踩進油門，用 all in 嘅姿態衝入市。呢種官方叫你減速，民間自己加速嘅極端分裂，正正係我哋今日要拆解嘅核心。究竟係鮑威爾杞人憂天，定係市場已經非理性到聽唔入耳？歷史上，當呢啲警號出現嗰陣，究竟係逃生門打開嘅最後機會，定係牛市加速嘅前奏？今日我哋就一如以往用數據同大家一齊台圖說話。喺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醒大家，我所有嘅分享都係基於公開數據嘅分析同個人觀察，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好自己嘅功課。另外，我哋呢個節目可以持續運作，真係要多謝我哋嘅贊助商。富途牛牛9月有一個超划算嘅新戶優惠，最高直接送你1,800蚊獎賞，你可以選比特幣、超市禮券，甚至特斯拉股票，只要存入指定資金就能夠攞到。而且你用我嘅專屬邀請碼 KSBY 去開戶，仲會再加碼送你200蚊現金券啊！開戶流程亦都超簡單，下載 AP 進入活動中心，輸入 KSBY 呢個兌換碼，按步驟完成開戶同存款，獎勵就到手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資訊我都放喺下方資訊欄，有詳細活動連結同教學圖解。當然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 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首先，我哋要理解成個大市背後嘅核心矛盾點，聯儲局同市場之間嘅一場角力。簡單嚟講，聯儲局而家好頭痛，佢哋開啟降息循環，本意係為經濟提供動力，但係市場嘅反應有啲過火，股市升到連佢哋自己都覺得牙煙，所以鮑威爾就要出嚟講兩句，管理一下市場預期。佢話對降息會保持審慎，又話前方冇無風險嘅道路，潛台詞就係你哋唔好咁老定，以為我一定會好快咁減息。而市場點解唔理佢？因為市場睇緊嘅係另外一啲數據，例如上個禮拜嘅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創下4年最大降幅，顯示勞動力市場好有韌性。再加上星期五公布嘅8月份核心 PCE 年增率維持喺 2.9%， 冇超出預期，符合市場估算。喺好多投資者眼中，呢啲就係經濟軟着陸嘅劇本，經濟唔差，通脹又受控，聯儲局仲有咩理由唔減息？但魔鬼就喺細節入邊啦。同一時間，我哋見到另一個數據，就係美國私人企業嘅總工時，過去3個月出現咗負 0.2% 嘅下滑，係2020年疫情以嚟最大降幅。總工時下滑通常係企業喺大規模裁員之前嘅先行指標，所以你睇成件事係咪好分裂？就業人數好靚仔，但係實際工作時數已經縮緊水，通脹冇惡化，但依然遠高於 2% 嘅目標。呢啲互相矛盾嘅數據就係市場波動性嘅主要來源。喺呢個矛盾嘅大背景下，就催生咗一個我認為係近年最值得警惕嘅異常現象，就係貪婪與恐懼嘅對決。而家好明顯，貪婪已經佔咗上風，甚至去到一個歷史性嘅高位。第一個信號呢，係專業投資者已經冇晒子彈。根據美國銀行最新嘅全球基金經理調查，機構投資者嘅平均現金水平已經跌到 3.9%， 係過去12年嚟嘅最低水平之一，連續3個月低過 4%， 即係話班基金經理已經將絕大部分資金壓喺台面，手上剩翻嘅現金唔多。歷史話我哋知，當專業投資者都冇錢再買貨嘅時候，個市就冇咗上升嘅後續動力，好容易喺高位逆轉。第二個信號仲得人驚，就係散戶唔單止 all in， 仲要係借錢 all in。喺會員文章我 post 過2張圖，完美說明呢個情況。第一張係高盛統計嘅個股期權交易量，代表散戶嘅期權交易近期急劇拉升，5日均量已經突破2500億美元，係自從2021年 GME 事件以嚟嘅最高水平。散戶大量用期權呢啲高槓桿工具，顯示佢哋對後市極度樂觀，甚至係投機。第二張圖係根據美國個人投資者協會 AAII 嘅調查顯示，8月份散戶投資組合入邊嘅現金比例已經降到 16.5%， 係4年嚟嘅最低水平。兩樣嘢加埋一齊睇，就係散戶已經將自己嘅現金用到七七八八，然後再借錢，透過融資、期權等工具加碼衝入市。
根據 Lufo Group 嘅數據，今年8月股市融資餘額 Margin Debt 嘅年增率飆升到 33%， 遠遠拋離標普500指數同期 14% 嘅漲幅。呢種槓桿增速遠超指數漲幅嘅現象，喺2000年科網泡沫、2007年金融海嘯同埋2021年市場見頂之前，都準確咁出現過，係一個極度危險嘅信號。呢個情況令我諗起1996年，當時嘅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提出非理性繁榮嘅警告。事後睇翻，佢係啱嘅，但佢早咗3年幾。喺佢警告之後，標普500指數仲可以升多超過100%。所以鮑威爾而家嘅警告，我哋唔可以忽視，但係同時都要明白，單靠估值高呢個理由，並唔係一個好嘅擇時工具。面對咁樣一個極度矛盾、情緒又極度高漲嘅市場，老實講，交易難度係非常高嘅。向上，我覺得空間可能有限，因為估值實在太貴。Shiller PE ratio 已經好接近2000年科網泡沫嘅頂點，聯儲局又好似個管家咁，隨時會出嚟潑冷水。但向下呢，又有 AI 呢個世紀級嘅故事頂住，市場對持續減息嘅憧憬，所以沽空嘅風險一樣好高，好容易俾人挾淡倉。咁我個人嘅做法係點？我會採取一個比較審慎同靈活嘅策略。第一，我唔會喺呢個位重倉追高任何股票，相反，我會開始分批減持一部分今年升幅最大、估值最誇張嘅倉位，鎖定一部分利潤。但係我亦都唔會完全沽清離場。我會將套現翻嚟嘅資金一部分轉為現金，另一部分就重新配置去一啲相對落後、有防守性或者有特殊催化劑嘅股票，例如一啲公用事業股、必須消費品股，喺市況唔好嗰陣相對抗跌。同時咁，我會用總資金嘅一個好細比例，例如1%去做一啲對沖部署，用一個有限嘅成本去對沖萬一市場出現急跌嘅黑天鵝風險。記住，喺而家呢個階段，我哋嘅目標唔係去沽頂，而係萬一喺市場轉角嘅時候輸得最少，保存實力。我哋再睇闊啲，掃描一下整個市場嘅內部情況，就會發現資金輪動得好快，市場係非常分裂嘅。即使係星期五反彈日，唔係所有股票都雞犬皆升。強勢股方面 ，Tesla 逆市大漲4%，再創年內新高，主要係有大行因為佢嘅 Robotaxi 前景而大幅上調目標價。另外，受惠於特朗普政府考慮減少對進口半導體依賴嘅消息， Intel 同革新 Global Foundries 股價分別抽高 4.4% 同 8.4%， 呢啲都係由個別消息驅動嘅。弱勢股方面，零售巨頭 Costco 嘅業績其實唔差，甚至稍為好過預期，但係因為滿足唔到市場極高嘅期望，股價反而大跌 2.9%。呢個就係典型嘅 Buy the rumor, sell the news。喺科技巨頭內部，本週嘅表現都好參差。Amazon 累積重挫超過 4%，Meta 同 Alphabet 都係週線收陰燭，但係 Nvidia 同埋 Tesla 就逆市收高。呢啲都顯示資金唔再係盲目咁追捧所有科技股，而係喺板塊內部進行快速輪動，汰弱留強。講到而家嘅市場，點都避唔開 AI 呢個主題。究竟 AI 係另一個科網泡沫，定係一場真正改變世界嘅工業革命？我認為兩者都係。首先 ，AI 嘅需求係絕對真實，而且係爆炸性嘅。最好嘅證據就係記憶體大廠美光 Micron 嘅財報，佢哋嘅雲端記憶體業務營收年增率達到驚人嘅214%，完全係由 AI 數據中心對高頻寬記憶體 HBM 嘅瘋狂需求所帶動。美光嘅高層講得好白，佢哋最新嘅 HBM4 記憶體可以幫 AI 客戶處理更多 token， 縮短反應時間，降低運算成本，呢啲都係實實在在嘅商業價值。再加上 Nvidia 宣布對 OpenAI 高達1000億美元嘅投資計劃，更加係話俾全世界聽 AI 基建嘅需求遠未見頂，所以 AI 嘅革命性係真嘅，但係圍繞住 AI 嘅投機泡沫亦都係真嘅。當 Shiller PE ratio 呢啲長期估值指標已經去到歷史第2高嘅水平，僅次於2000年嘅頂峰，我哋就要問自己，而家嘅股價究竟反映咗未來幾多年嘅增長？當市場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某樣嘢係必勝嘅時候，往往就係最危險嘅時候。所以我哋對 AI 嘅態度應該係長期樂觀，但係短期審慎。要投資就要揀啲真正有技術壁壘、有盈利能力嘅龍頭公司，而唔係隨便追逐任何同 AI 擦邊嘅概念股。最後，我哋將視野拉闊到全球宏觀市場。喺股市咁波動嘅情況下，一啲聰明錢已經開始尋找避風港。最明顯嘅流向就係黃金。根據美國銀行引述嘅數據，截至9月24號嗰個禮拜，全球黃金基金錄得56億美元嘅資金流入。過去4個禮拜累計吸資額更加達到破紀錄嘅176億美元啦。上個禮拜五，全球黃金 ETF 嘅持有量更加單日暴增接近27噸，
係2022年以嚟最大嘅單日增幅。金價亦都邁向連續第6個星期上漲，呢個現象非常重要。佢話我哋知市場上有一大班資金開始擔心經濟前景、地緣政治風險同埋法定貨幣貶值嘅問題，所以買入黃金對沖。當股市嘅風險回報比開始下降，黃金嘅吸引力自然就會上升。外匯方面，美元指數喺星期五回落到98水平附近，主要係因為 PCE 數據冇帶嚟意外驚嚇，市場對減息嘅預期稍微回穩。加密貨幣方面，比特幣價格回升到11萬美元樓上，但係整體嚟講，依然係處於一個高波動性嘅區間，反映市場嘅風險偏好時高時低。好，總結嚟講，星期五嘅反彈只係一劑止痛藥，並唔係根治市場頑疾嘅解藥。市場最深層次嘅矛盾，聯儲局嘅鷹派警告同投資者嘅極度貪婪，完全冇解決到。數據話，我哋知，無論係專業機構定係散戶，市場嘅槓桿同樂觀情緒已經去到一個非常危險，甚至係歷史性嘅水平。雖然 AI 嘅故事非常吸引，但歷史上每一次咁樣由單一主題驅動嘅狂熱，結局通常都唔係太美好。未來1至2個禮拜將會係非常關鍵嘅觀察期，我哋要密切留意，究竟係淡倉頂唔順投降，被脅爆倉，推動個市再夾硬上一浸，定係好友終於彈盡糧絕，耗盡所有現金同槓桿之後，市場迎嚟一次大家期待已久，可能健康甚至係殘酷嘅調整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